欢迎回到宇雄的频道，一起来聊哲学、生死与人性。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庄子哲学论自杀的方法的部分哦。那谈到方法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烧脑，所以我会用各种鲜活的例子来帮助大家一起来思考。那我相信这些思考方法这些工具也会对大家在如何安排生活或如何思考人生会有所帮助。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例子哦。好，请大家先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呢，跟你年迈的母亲呢生活在一起。你们原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有一天这个自由的国度被一个独裁的强权给占领了，亡国了。而且在这样的入侵之中啊，你的哥哥呢也因此战死。因此你跟你的母亲一起生活在这种贫乏又缺乏自由的状况下。这个时候呢，你得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就是在大海的另外一边，你的弟兄、你的朋友、你的同辈们正在组织一个复国军，正在筹谋复国大业。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选项就出现了，你有两个选项：一，我要留在家乡陪着我的老母亲，照顾我的老母亲；还是我要去到大海的另外一端参加这个复国军，来完成这个复国大业。那第一个选项照顾母亲很明显、很直接、很立即，也很单纯，就是好好的让我的母亲活得好。但第二个选项呢，比较遥远，而且比较困难。而且说不定你的付出会像一滴水掉到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好，没有人可以确保这个复国大业可以成功。可是成功了，会有很多人受益，当然也包含你的母亲。那这个时候呢，荧幕前的各位，你会选哪一个？你要去陪伴妈妈？你要继续陪伴妈妈，还是要去参加这个复国大业？我相信这个没有标准答案那可以把你的选择呢写在留言告诉我，因为我也蛮好奇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实际发生过它就发生在80年前。80年前，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当下，那这个年轻人呢，也就是沙特的学生他就把他这个抉择告诉沙特。后来这个抉择呢，就在沙特的一个演讲里面被提到。他的演讲就是这个存在主义及人文主义的这个演讲里面好，那沙特举这个例子，他是要说什么？他是要说，有些理论，有些宏大的叙事，其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做出抉择。就比方说呢，沙特举的例子他说，好。基督教的教诲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人，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要选择艰困的道路。那你告诉我，因此我要陪伴妈妈，还是我要参加复国军？那西方很有名的哲学家康德的伦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把人只当作手段，要同时把对方当作一个目的。好，那这个时候我留下来照顾妈妈，那我是不是也等于是把这些在海外的复国军的朋友们、弟兄们当做一个手段，当做工具，到时候他们成功，我就可以坐享其成嘛。如果我去参加了复国军，这样我是不是就没有尊重我妈妈，帮我妈妈当做一个目的呢？那这样的伦理学能够帮助这个年轻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好，沙特认为应该是不行当然，荧幕前的各位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哪有什么复杂的？我们儒教的传统就告诉我们，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所以我应该要留下来照顾我的母亲。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没有国哪有家？我参加了复国军，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然后呢，让我们的国家呢重获自由。那这个时候，同时也造福了我的母亲嘛，她就不用生活在这个压抑受迫的状况下。这我是不是又是一个曲线救母呢？好，讲了这么多，我只要传达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我在思考庄子哲学会如何思考结束自身生命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先引用一个大的叙事，我其实也可以先说庄子就是如何思考这个天地世界的。这个世界呢，就是由气构成的，这个人的生命呢，也是由气构成的。我大可以用这样的很大的叙事来推出我的结论。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大叙事比方说人就是上帝的肖像，或人有个清净本性。但是呢，这些世界观、宇宙观其实背后早就有一套价值体系在里面就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人的活法，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运转的方式。好，因此的确有可能可以透过一种演绎逻辑的推理方式来推出一个所谓正确的结论好，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从一组真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真的前提保障了我的结论是真的。比方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好，这样的三段论就是一种推理模式嘛，前提都是真的，保障结论一定是真的。
它完全不可能发生前提为真而结论是假。所以我的确可以用所谓的宏大叙事，用所谓的宇宙观，好，推论出一个我要的结论。而且呢，这个推论呢可能会是有效的，或者是一套自洽的逻辑，我不能否认这个可能。但这个时候问题就会变成，我要怎么证明这些前提是真的啊？我要怎么证明这个宇宙是一个由气所变化的宇宙呢？我要怎么证明人的生命其实是由气所构成的呢？难道是要让我看看你的脸吗？就算我真的可以从这样的大的叙事，然后呢建构出一个有效的论证哦，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对方接受这一套论述，那我要先让大家接受这个世界观，我要说服大家有这样一个气化流行的世界观，这反而模糊了问题的焦点嘛。比方说，我们坐在同一个桌上，我们要探讨说，到底安乐死要不要合法化？这个时候我提我的气化宇宙论，然后这个时候对方提他的灵魂轮回，好，然后有人提人是上帝的造物，我们有可能说服彼此吗？我们有可能在这一点上建立共识吗？而且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大叙事的层次上呢，有一个共识，才能够进一步去对明确的问题有一个实质的回答吗？就算这些大的叙事是真的，就算这些所谓的宇宙观、世界观是真的，它可以指导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吗？比方说，你生活的地方呢被3重的围墙给围起来，那外面有很多巨人要吃掉你，你的生命每天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一套史观，他说你们之所以生活在一个每天被巨人威胁的地方，失去自由的地方，那是因为你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干尽坏事，所以呢100多年前呢，你们就要开始受这个处罚。好，当然这个例子是来自于《进击的巨人》这部作品，但是我要说的是，告诉我这套史观，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接受这个命运，还是要反抗荒谬？也就是说，这套史观真的能够告诉我我该做什么吗？就算它是对的，就算它是符合史实的。所以这或许也呼应沙特在那个演讲最后所谈到的，就是上帝存不存在，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啊。天堂存不存在，轮回存不存在，乐园存不存在，或者是这个宇宙是不是由气所构成的，这对于我要承担我个人的生命而言，我要活出人生的可能性，这好像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确要用一种演绎逻辑的方式来推理嘛，我们要尽可能从真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好，但是我们未必要使用，就是要先采用某个大的叙事，要先采用某一套宇宙观、世界观，然后呢才能够找到我们要的答案，不一定。这么做，就算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但这个是问题的重点吗？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庄子的作者或是庄子思想，它真的需要一个标准答案吗？或者是我们作为庄子的读者，作为庄子哲学的思考者，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普遍适用所有人的标准答案吗？尤其是关于自身生命的终极选择。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先说看我的看法，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不缺标准答案，任何学说都想要提出一套标准答案，最好是普遍适用所有人的，但或许庄子是除外的如果庄子哲学真的有标准答案那它的标准答案可能会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关于人该如何生活，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思考的方法。但如果你听到这个你会开始担心说难道庄子哲学会觉得我们杀人放火也是可以的吗？或者是你会担心说，这样庄子哲学会不会变成一种相对主义？好，那我后面就会告诉各位就是主张没有普遍的标准答案的存在，跟他是一个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者，这是两回事。所以就算我们透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思考，但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且这么做真的很有可能是跟庄子哲学的精神是违背的所以关于庄子哲学会如何思考自杀这个问题，我要寻找的不是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而是他可能会如何思考。我想或许这个才是庄子作者想要启发读者的而不是给你答案。那这样的考虑其实对我后面的思考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一定要先告诉大家。